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让你吓一跳的数字。根据中国2023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，成年人血脂异常的总患病率高达 40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每10个人里就有4个人血脂不正常。这个数字非常可怕。更可怕的是，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症状，等发现的时候，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已经找上门了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带大家深入了解3款专门调理血脂的中成药：血脂康胶囊、资必泰胶囊和蒲参胶囊。我保证，大家看完这期视频，自己就会彻底搞清楚这3种药到底哪个才真正适合你，它们里面都含有什么，是怎么起作用的，怎么吃最安全最有效，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。咱们先说说什么是血脂异常。很多人体检报告上看到高血脂3个字就慌了，其实血脂异常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血液里的脂肪太多了。这些脂肪主要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但在我们中医看来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结果。我们更关心的是，为什么我们身体里会产生这么多排不出去的油呢？中医典籍里虽然没有高血脂这个词，但根据它的表现，我们常常把它归到高热、眩晕、血瘀这些范畴里，听着很玄乎是吧？别急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精密的城市，脾胃是负责处理食物的中心处理厂，肝肾是负责能源供给和废物排出的发电厂和净化厂。如果我们总是吃大鱼大肉、油腻的东西以饮食不节，或者工作太累，经常熬夜劳逸失度，再或者总是焦虑、生闷气、情志失常，就会导致这个城市的运转系统出问题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主要出在2个方面，这也是所有血脂异常问题的核心根源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第一，食物处理厂，也就是我们的脾胃功能变弱了，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很好的运化，就会产生很多半成品的湿垃圾，我们中医管这个叫痰湿。这个痰湿黏黏糊糊的，会堵在血管里，就成了你化验单上的高胆固醇、高甘油三酯。第二，城市交通，也就是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变慢了，甚至堵车了，血液流得慢，里面的垃圾就容易沉积下来，形成路障，我们管这个叫血瘀。所以中医看高血脂，本质上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问题。虚的是我们身体脏腑的功能，特别是脾和肾的功能弱了，使不得是日积月累产生的痰湿和血瘀这2种病理产物。大部分人平时可能没啥症状，顶多就是偶尔觉得头昏昏沉沉的，身上没劲，容易累，或者有点恶心，但恰恰是这种不典型的症状最容易被我们忽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大家明白，中医调理血脂绝对不是简单的化油，而是要从根源上解决痰湿和血瘀的问题，同时还要把我们虚弱的脏腑功能给补上去。好，了解了血脂异常是怎么回事，我们来看第一个药，血脂康胶囊。这个药有个特别之处，等会儿说到注意事项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它既是中药，又需要像西药一样监测肝功能。血脂康的主要成分非常简单，就一味药红曲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红曲是什么？其实红曲就是用红曲霉菌发酵大米制成的，看起来是红色的。现代研究发现，红曲里天然含有多种他汀类成分，这就是它能降血脂的关键。血脂康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中医讲叫除湿祛痰、活血化瘀、健脾消食，说成大白话就是清理身体里的湿气和痰浊，疏通堵塞的血管，同时增强脾胃功能，帮助消化。那它主要适合什么人呢？那些脾虚体内有痰湿和血瘀的人，具体表现就是气短、乏力、头晕、胸闷、肚子胀、胃口不好。如果你体检发现血脂高又有这些症状，血脂康就比较合适。另外，如果已经因为血脂高导致了动脉粥样硬化，引起心脑血管问题的，血脂康也可以作为辅助治疗。那么怎么吃呢？一般是口服1次2粒，1天2次，早晚饭后吃。如果你的血脂只是轻度或中度升高，也可以简化一点，1次2粒，只在晚饭后吃就行。具体怎么调整，最好还是问问医生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。重点来了，吃这个成药需要注意。第一，吃血脂康期间一定要定期检查血脂、肝功能、转氨酶和肌酸激酶。为什么？因为红曲里含有天然他汀类成分，虽然副作用比人工合成的他汀药小，
但还是要监测。第二，如果我们在用药过程中发现转氨酶升高到正常值上限的3倍，或者肌酸激酶明显升高，要赶紧告诉医生，必要时需要停药。第三，如果你本身有活动性肝炎或者转氨酶升高但原因不明，那就不能吃血脂康，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也要慎用。第四，吃药期间饮食要清淡，别吃太油腻的东西，不然药效会打折扣。第五，儿童用药的安全性目前还不明确，所以小孩子不建议用。副作用方面，血脂康的耐受性还是不错的，大部分副作用都很轻微，而且是短暂的。最常见的是胃肠道不适，比如肚子疼、胀气、烧心这些，及个别的人可能出现转氨酶或激酶升高，但这种升高通常是可逆的，停药后会恢复。非常罕见的情况下，可能出现乏力、口干、头晕、眼睛充血或者尿路刺激症状。记住一点，对红曲过敏的人绝对不能用。说完了血脂康，大家可能会问苗医生，我也是肚子胀没胃口，那我用知必泰行不行？它和血脂康有什么区别呢？问得好。我们先来看看知必泰的成分，它是一个复方制剂，由山楂、泽泻、白术和红曲4味药组成。大家看到了，它里面也有红曲，所以也具备活血化瘀降脂的功能。但它更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是另外3味药带来的化痰和健脾和胃的功能。山楂消食化积，尤其能化解肉食油腻；泽泻利水渗湿，把身体多余的湿气排出去；白术是健脾第一要药，能强壮我们的食物处理厂。所以知必泰胶囊的定位是化痰消瘀、健脾和胃。它和血脂康的区别在于，如果说血脂康是健脾和活血并重，更侧重于改善因为脾虚导致的气短乏力，那么知必泰则更侧重于解决痰浊和脾胃本身的问题。它的目标更集中在化解那些因为消化不良产生的痰，让我们的脾胃功能恢复正常。什么样的人最适合用知必泰胶囊呢？它的目标人群画像是这样的：头昏沉、胸口憋闷、肚子胀、不想吃饭、食欲非常差、精神疲惫、浑身没劲儿。如果你感觉自己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，吃一点东西就堵得慌，舌苔又白又腻，那知必泰胶囊可能比血脂康更对症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吃，要注意什么？这个比较简单，一次一粒，1天2次口服。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是禁用的。在服药期间以及停药以后，我们都要尽量避免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的饮食，比如肥肉、动物内脏、鸡皮、鸭皮、蛋黄等等。我们一边吃着要降脂，一边天天大口吃着这些东西，那神仙也救不了。好了，上面说的2个药都跟痰湿、脾虚有很大关系。但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呢？接下来要说的蒲参胶囊就适合完全不同的一类人。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，头痛不是昏沉沉的痛，而是像针扎一样的刺痛；胸口也不是闷，而是偶尔会像被锥子刺一下的疼，或者经常觉得手脚麻木。如果我们有这些症状，那你需要警惕了，这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，你的血管堵车堵得很严重，已经到了血瘀的阶段了。蒲参胶囊就是专门为这种情况使用的成药。我们先看它的成分，非常丰富，有何首乌、蒲黄、丹参、川芎、赤芍、山楂、泽泻、党参。这是一套强力的活血化瘀组合药材，它的核心作用是活血化瘀、滋阴化浊、活血化瘀，这是它的首要任务。丹参、川芎、赤芍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猛将，能强力疏通血管，打散淤堵。滋阴化浊和首乌、党参这些成分能在活血的同时补充身体的阴液和正气，防止活血的药太过猛烈而伤了身体根本，同时帮助清除血液里的浊汁。什么样的人最适合用蒲参胶囊呢？这是3种药里症状指向性最明确的一个，大家可以拿出小镜子，伸出舌头看一看。如果我们的舌头颜色是发紫、发暗的，或者舌头上面有青紫色的瘀斑、瘀点，经常有头晕目眩的感觉，或者有头部或者胸部的刺痛感，四肢末端容易出现麻木感。如果以上几条我们占了大多数，尤其是舌头有典型的紫暗或者瘀斑，那么蒲参胶囊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。它治疗的是血瘀症的高脂血症。那么它怎么吃，要注意什么呢？这个药用量比较大，一次4粒，1天3次，不良反应。少数患者服药后可能会有一些胃部不适。
在临床中，可能有患者出现了尿素单一个反映肾功能的指标的轻微升高，并且判定可能和药物无关。但这提醒我们，在用药期间最好也关注一下自己的肾功能。如果我们本身肝肾功能就不太好，最好减少用量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关于血脂康、知必泰和蒲参这3种中成药的内容就介绍完了。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洁的总结，帮大家最后梳理一遍。如果是气虚型，总是感觉疲劳、气短、肚子胀、胃口差，首选血脂康胶囊。如果是消化不良型，主要表现为肚子胀、食欲极差、胸闷、乏力、舌苔白腻，那知必泰胶囊可能更是合适。如果是血瘀型，有刺痛、麻木等症状，特别是舌头颜色紫暗有瘀点，那蒲参胶囊就是对症之选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